Hello， 大家，看见爱第8集。上一集呀，在 Jonathan 的追问之下，信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老板可能不是那么值得信赖。与此同时呢，杨子祥对江少鹏的爱也到达了临界点。就在上一集结尾，他们的4人之家停电之际，杨子祥也冲动之下给江少鹏吻了上去。但是他们的感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？想也知道不可能，又或者应该说，真正的冲突现在才要到来。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你很烦哎！鬼啊！我们停电了。哦，所以他们还有这一段啦。我去看看。江少鹏这反应怪怪的，他怕黑啊。你是我生命黑暗中的一束光。啊，我喜欢你。吻第2遍，但是江少鹏没有躲开，算是给他的回应了吧。这个江少鹏的内心语言变白底黑字了，之前都是黑底白字啊。啊，这是在发酒疯还是在酒后吐真言啊？苏荷，那个时候少鹏才几岁呀？他应该还不太懂爱情吧？你喜欢？啊？什么？你喜欢？哎，这不算很偏僻的小路哎！我靠！偏偏他喊的那个名字听不见他的呼唤，哇，还是赶来救他了。哎，原来如此。我相信这件事情过后，苏荷大概很自责。虽然自己当时是惊慌失措，但怎么可以对少鹏讲这种话？少鹏也觉得很难过，就因为自己听不到，差点害自己身边的人受伤。而且少鹏一定在这件事情过后，他重要的人都会把手机定位装在他手机上。不好玩，怎么知道是我？对啊，他拍他左边肩膀，结果他往右边看。啊。那他不错嘛，人很好哎。妈妈，这次事情可能不止吵架这么简单了，你要不要再助攻一把？杨子祥，吃没2口就在发呆，你嫌我煮的不好吃哦？哦，你煮的哦，还能吃？怎么还能吃？我煮的很认真哎。胃口被江少鹏养刁了啦。你拿菜刀比拿蝴蝶刀强100倍。刚才我听不出来你在说。他什么都比杀人强了，他干什么都比杀人强了。江少鹏离开才几天，你就变成这样，你又发生什么事？你也喜欢我吗？啊，这段感情不能见光，这道光现在对他们来说太刺眼了。把他推开了。杨子祥被拒绝了。他不错哦，江少鹏这样拒绝他，他就放他走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跟江少鹏发生什么事？暗中追杀我的人就交给你了。理由？我那么弱，自保都有问题了，为什么要强出头？哪有人说自己弱的啊？这你没有自知之明啊！你让江少鹏离开是为了保护他。哦难，怪催我早点说。有些事情说破就不好玩了。你们能不能说点人话啊？我都听不懂。哎，笨哦。寄人篱下就不要这么多问题。我去打工，等我存够钱租房子，我就走。每次这样看我就没好事。你想太多了，小狗狗。
Jonathan 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自从知道他也走投无路之后，袭击我们的人就我跟信佳负责，等一下那个交给你。啊？安妮，啊，他未婚妻，一个合资的投资商才搞这么久，你爸很生气，要我来帮忙？讲话都是 ABC 的腔调哦。干嘛？看他的眼神这种不友善，你来的正好，早晚要谈的。我们解除婚约吧。听说董事长让郑宇农去台湾找子祥，台湾那边的进度太慢了，哦，终于有你们这边的故事了。看看做同一件事能不能让感情更好一些啊？你们这样的家族需要感情。感情是关系最低限度的联系，家族利益永远是最优先的考量。连谈感情都是功利化的在谈。听说最近跟孙董的孙女走很近啊？是啊，为了家族利益。恕我直言，这两个人演戏怎么这么装？我记得看他们两个演其他戏不会这样啊。避开那个长得像大姐头的漂亮姐姐哦，她跟杨子祥什么关系啊？一进来就要她帮她倒茶。你觉得她漂亮？比我好看。你有病啊！我有喜欢的人，你找我订婚的时候说好，只要我有喜如果我后悔了呢？后悔是你的事啊，当初说好的事情是你爽约在先，那就是你的问题啊。Sean，你也知道，没有结婚，我就脱离不了我爸妈的控制，也拿不到属于我的资产。哎呦，想跟他共情，情绪勒索他哈。我可以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只要你愿意和我解除婚约。你来真的？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你跟他说一下，一定会为了你忍耐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我，就算喜欢，也不是要求对方为自己忍耐的理由。哎呦，这段感情真的让杨子强成长了哎。欢迎你加入我们新安照护员的团队。我们最近接了几位聋人病友，我们正在寻找能够理解他们，并且有专业背景的照护员们。啊，新安有这样子的真人真才需求，江少鹏自己收集不掉资讯吗？还需要杨子强介绍？跟他比起来，你跟我现在的烦恼都太奢侈了。完了，你真的很喜欢他。嗯哼，所以你理解了没？发现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了。跟我去找那个想杀你的人啊！他会怕哦。怎么？不敢？你知不知道对付那个人，就等于帮我对付风国东？你其实根本没有被收进去。啊，没劲帮派你来杀什么杀？我对就想说，如果可以立功的话，就可以成为东哥的手下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适合。但做我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算账哦。真的是好可爱哦，连我都忍不住同情他了。你当我狗哦？你啊，哈士奇。人家也有人说你很像金毛猎犬哦，黄金猎犬啦。还要这样站在旁边服侍他哦。子祥喜欢的人是谁？住哪里？小老板他才没有什么喜欢的人。哎呦，子祥告诉我的。你们都没有跟杨子祥先串好供吗？我越来越觉得 Jonathan 其实也只是表面精明而已，很多我觉得很基本的事情他都会犯错，都会有漏洞。你不说，我也能查出来。只是到时候我会对那个人做什么，就不知道了。哎，郑宇农，你如果真的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你不会想对他做什么的。哦，还真的被他找来。谢谢你照顾我的未婚夫。哦天哪，杨子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工作还习惯吗？发生什么事让你心情不好？还不都你臭渣男，有未婚妻了还来说喜欢我，说出来吧，江少鹏。啊！你也知道，哎，阿姨，小老板，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经常扮鬼啦？
对不起，阿姨，都是我的错。嚯，好久没有看到他生气了。好久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尽情释放情绪的人了哈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只让我们看见他的笑容，不管我们怎么做，他都宁愿选择隐瞒。看到他生气了，我好开心哦。好了，妈妈现在不是开心的时候。哈？Oh my god！ 江少王还没听到。这边地，康东路2段156号，2楼。还好啦，没有很慢发现。本来想说他可能只是肚子不舒服，突然昏倒，真的吓我一跳哎！自己这一阵子都在忙工作，在照顾其他长辈，却连自己的妈妈都没有注意到。医生说，你妈不会有事。还在跟他闹脾气，却不得不看他比手语。嚯！好了，江少鹏现在很脆弱，杨子祥。错。你听不见，不会说话，没办法叫救护车。哦，我以为你已经接受自己听不见的事实，结果呢？装的。你听不见就是听不见，有些事情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杨子祥，他是故意的吧？也不是在气头上口不择言吧，就是想要逼他面对现实，想要逼他发泄情绪。这一集的剧情好刺激呀，好多剧烈的冲突、剧烈的事情发生。他们的感情牵扯到了一些现实面的问题，并不是互相喜欢就可以顺利的。先来说说杨子祥这边，其实就如同我们知道的，杨子祥的爸爸不简单，未婚妻不简单，甚至要追杀他的帮派也不简单。他害怕江少鹏跟在自己身边会有危险，所以决定放他走。既然江少鹏也推开自己了，那自己也就成全，顺势而为吧。只是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放弃，所以这一集我们看到了他在工作结束之后还跑来江少鹏家要蹲他，而江少鹏那边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首先一开始上来就先给我们解答了我们长久以来的疑问，应该说只有我长久以来的疑问，就是书和他跟江少鹏到底什么关系？原来两个人算是青梅竹马，还曾经有过一点点的感情吧，曾经两情相悦，只是中间发生的事情。这一集我们看到的那一场意外，让江少鹏很自责，觉得要是自己听得见，自己就可以第一时间听到了书和的求救声，赶过去救下他。书和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视角的故事，但是我猜他大概在那个事件之后也很后悔，他在那个当下怎么就对江少鹏说的那些受伤的话。所以这两个曾经有一点点在暧昧的青梅竹马，最终就在各自的自责、各自的愧疚中错过了。而这一次妈妈的昏倒，又是江少鹏因为听不见而没能在第一时间救下他。不过幸好这次有杨子祥在，所以我相信事情是不会发生什么大碍，只是因为自己身体的限制而又差点错过了拯救身边的重要的人。江少鹏又再次唤起了他那个多年的恐惧、多年的害怕了。所以根据他们最后的那一段对话，江少鹏叫杨子祥走开，离开医院，他自己处理。一方面是他还在跟杨子祥赌气，怎么你有女朋友，你有未婚妻了，还来招惹我？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，可能很想要证明一次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亲人。只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杨子祥他并不知道过去江少鹏跟书和发生的那段事情啊，他是怎么知道江少鹏这个时候在逞强，这个时候不愿意接受自己听不见事实的？他是怎么认出这是江少鹏的投射的啊？我会觉得这一段有点突兀吼。那当然，突兀的其实也不止这个，妈妈的昏倒，妈妈的病也来得有一点突然。如果大家有看过佩瑜姐上一部 BL 剧《奇迹》的话，就会知道主角的爸爸生病是从前面就开始铺垫的，然后直到后面也确实爆发出来。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要埋伏笔，怎么到这边就感觉好像前面也没有任何的暗示，也没有任何的草蛇灰线，妈妈就突然昏倒了，甚至他在前一刻还在精神满满的想要扮鬼，继续再做一次鬼屋吓人。总而言之，事情已经到这边了，我们就接着看看两个人该如何携手面对困难，以及面对自己内心的弱点。
行，这一集就看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